中国地大物博，幅员辽阔，神州大地上美景数不胜数，各种地貌纵横交错，造就了很多令人惊叹的道路工程。如果一路风景如画，自然会心中满是欢喜，但如果惊险到需要时刻绷紧神经，那开车在路上就会笑中带着泪。那么你知道中国有哪几条公认的最惊险的公路吗？你敢去挑战吗？大家好，这里是微观世界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中国最惊险的10大公路。第一，川藏公路。川藏公路东起四川省会成都市，西至西藏首府拉萨市。318国道就是传说中的川藏线，被称为中国的景观大道。川藏公路通车前，从拉萨到成都往返一次，靠动物驮，冒风雪严寒，艰苦跋涉需半年到1年时间，而川藏公路只需数天，大大缩短了西藏与内地的交通时间。川藏线是中国自驾爱好者的朝圣之路，没有到过川藏线的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自驾爱好者。川藏公路是中国公认的最险峻、风景最美的公路。有句话形容得非常巧妙，川藏线一天过4季，100里不同天，沿途风景可谓是多姿多彩。从你启程的那一刻起，便开始演绎让你一生难忘的美丽。川藏线穿越21座雪山，横跨14条江河，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。一路前行，海拔会越来越高，容易产生高原反应，因此挡住了不少跃跃欲试的人。全程自驾是对自己体能、心态、知识储备的一次考察，同时也是对自己的自信心、意志力及判断力的一次挑战。第二，盘龙古道。在帕米尔高原上，新疆的喀什塔什库尔干县的瓦卡乡境内，盘龙古道海拔约4100千米左右，有一条让人惊叹的盘山公路，70多公里的道路，有着600多个弯道，弯道大部分都超过180度，有些甚至270度，较板怒江72道拐，完爆缅甸公路上的秦龙24道拐。站在上面俯瞰，就像一条巨龙盘踞在山间，蜿蜒曲折。黝黑的柏油路面的公路与带着颜色的山体完美结合，再加上远处连绵的雪山，这样的盛世奇景只属于帕米尔。相传玄奘还从此走过。这条公路有数百个弯而红遍网络，自驾者纷至沓来。有网友甚至建议速度与激情来此取景，无论视觉冲击还是驾驶体验，都会让老司机看到狂喜，恨不得立刻出发，感受汽车爬坡引擎的嘶吼和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。风景虽然美丽，在弯道上开车也要小心，别高反上头耍酷炫飘移哟。第三，墨脱公路。墨脱公路位于西藏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下游，墨脱藏语意味藏起来的莲花。通向这高原孤地的墨脱公路是中国公路修建史上最浓重的一页。墨脱公路全长117公里，从海拔3700米的喀隆拉隧道一直到海拔1000多米的墨脱镇，中间经过多座雪山和江河，路况极端复杂，有许多连续的下坡。通车之前的墨脱几乎与外界隔离的状态，成了一个隐秘的世外桃源。由于墨脱公路沿线地质情况极端复杂，从1965年至今3度筑路未成，最后一次甚至已经通车，然而仅仅1天之后，道路便在塌方和泥石流中消失无踪，不得不再次返修。由于当地降雨太大，山高坡陡，塌方是很常见的事。山顶在云间，山底在江边，说话听得见，走路得几天，这是以往墨脱交通的真实写照。整条墨脱公路几乎都修建在大斜坡的半山腰上，任何一处泥石流都能使整条公路无法通行。所以说，敢开着车上墨脱公路的自驾者，都是内心足够坚强的，也是足够有经验的真正越野人。第四，独库公路。独库公路北起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，纵贯天山南北，南端连接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，全长561公里。独库公路横亘崇山峻岭，穿越深山峡谷，连接了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区。
它的贯通使得南北江路程由原来的1000多公里缩短了近一半，堪称是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。这是一条翻山越岭、贯通天山南北的险峻天路，跨越了天山近10条主要河流，翻越了4个终年积雪的达坂。这是一条6月飞雪的神奇仙路，踏过了3700米的铁力买提大阪，穿过了3390米的哈希勒根踏板隧道。这是一条千沟万壑的险峻山路，1/3的路段四周是万丈悬崖，1/5的路段底下是高山涌动层。这是一条血与汗铺就的英雄之路，10年修路，平均每3公里就有1名战士牺牲。尽管独库公路十分险峻，冬季气候恶劣，1年中独库公路有超过半年的时间处于全线封闭状态，自驾难度令人望而却步，但仍有不少自驾发烧友年复一年前往这里，只因为这条公路实在太美。第5， 213国道。213国道是中国著名的一条南北国道，北边起点是甘肃兰州，一直向南经过了甘肃、四川、贵州和云南4个省份，南边终点是云南莫罕。这条道路让走过的人又爱又恨。由于这条道路从大西北穿越到大西南，沿途可以看到许多人迹罕至的自然风景，美得令人窒息的原始天堂，让人流连忘返。这是一条媲美独库公路的虐心之路，穿越中国的南北，一路上神奇、险峻、美丽、刺激，全程2827公里，一次穿越就能饱览半个中国的美景。但这一路上几乎到处都是山路，尤其在进入四川后，都江堰段的惊险是网上出名的，被评为了中国10大夺命路段之一，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惊险。走不走213国道是一条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。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一条可以释放自己的路，那就来213国道走一遭吧。第6，塔里木沙漠公路。位于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。沙漠公路南北贯穿塔克拉玛干沙漠，是目前世界上在流动沙漠中修建的最长的公路，也是中国最早的沙漠公路。沙漠公路全长522公里，穿越流动沙漠段的长度446公里。北起314国道轮台线东，经轮南油田、塔里木河、焦塘、塔中寺油田和塔克拉玛干沙漠，南至民丰县恰汉和315国道相连，南北贯穿塔里木盆地。对于渴望穿越塔里木沙漠的游客来说，塔里木沙漠公路无疑是提供了最好的条件。自驾车穿越整个沙漠，耗时将在5个小时左右，沿途可见奇异的沙漠景观和千年胡杨。在这满载故事的恐怖却美丽的沙漠里，你不仅看到绝美却不常见的风景，更能感受路上与文化瑰宝的记忆。一望无际的沙漠腹地，杳无人烟，狂风呼啸，沙丘风驰电掣般向后飞去，让人以为来到了另一个星球，慨叹自己的渺小。第7，丙察察公路。其起点为云南怒江贡山丙中洛，终点西藏察偶县察瓦龙乡，现在也是219国道中的一部分。丙察察线又被称为第8条进藏公路，仍保持着原始自然的美景。这是一条人迹罕至的最原始的公路，也是越野爱好者梦寐以求的挑战线路。如果去过新疆，走过独库和伊昭，再走到这里，你也许不知道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。你会惊叹这里的美景，会惊为天路。丙察察公路平均海拔1400米，从丙中洛开始，路况极差，很短的路程却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耐心来走。仅察瓦龙到察隅的200公里路程就需要走10个小时以上。如果碰到下雨的天气，山石滑坡是常有的事情。在怒江大峡谷路段，江水咆哮，行走在峡谷之中，一侧是100米高的悬崖下咆哮的怒江水，另一侧则是犹如仙雾云雾缭绕的悬崖峭壁。与丙察察糟糕路况对应的是深藏秘境的美丽风景。丙察察路况之复杂，道路之艰险，需要你的胆略，需要你的意志，需要你的激情，在这条路上超越自我。第8，矮寨盘山公路。
矮寨盘山公路是在湖南省吉首市境内，它是湖南西部连接重庆的319国道上的一段乡川公路。公路修建于抗日战争时期，是衔接粤汉、湘桂前路通向西南大后方的唯一通道，曾负担过伟大的历史使命。因矮寨盘山公路地势险峻和工程浩大，被称为中国公路建设难度之首。矮寨盘山公路全程约为6公里。这个路段是在一座坡度为70至90度的大山斜坡上打通了26道弯，它的水平距离不足100米，落差440米，形成了13道呈锐角的急速弯道，26个上下平行的截面，使得在上行驶的汽车动不动就要来回移动，提心吊胆，一不小心就可能跌入深渊。低头看，后续的车辆就在你的脚下；抬头看，前行的车辆轮子就在你的头上碾过。从远处看，它就像一根被强力压缩的弹簧，即将弹射一般。第9，塔沙古道。塔沙古道位于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克吉克自治县，穿越西昆仑山后，抵达刹车线的一条古老山道，在新疆西南端，距今至少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塔沙古道被誉为世外桃源，既有人间仙境，又有荒无人烟，真是身体下地狱，眼睛上天堂。将近200多公里都是狭窄的原始道路，可以说这条古道绝对是媲美川藏线，比丙察察线更险峻的一条公路，甚至有过之无不及。荒凉的昆仑山到处荒芜，帕米尔高原阻挡了西方来的湿润空气，导致昆仑山干旱少雨，山体荒芜，一路盘山过桥，甚至从悬崖上穿行而过。有的路段几乎只是一辆车的宽度，岩石悬在头顶，一边是巨大的山石，一边是湍急的叶尔羌河。如果你没亲身到过那里，很难从文字中体会到那种与世隔绝的山水人文美景，体验到与世隔绝的宁静与昆仑山的宏伟凄凉。行驶在这条公路上，无暇顾及两边的美景，只能瞪着眼睛紧盯路面。对于行走过千山万水的自驾爱好者而言，走上这条路也是满手汗渍，胆战心惊。第10，伊昭公路。伊昭公路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，连接伊犁首府伊宁与下辖县城昭苏，跨过了3000米的皑皑雪峰，翻越了巍巍天山。它是一条无数360度大转弯的惊险山路，弯多路陡峭，全程不过180公里。它就是省道237伊昭公路，这是伊宁到昭苏的一条捷径，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攻越道的其中一段，被誉为新疆最险峻且风景优美的公路之一，是风景如画的百里画廊。它不是用来走的，它是用来看的，仿佛穿行在白云之上，白云低到触手可及，山石峭壁间，茵茵草场洋溢芬芳，美丽的雪山，辽阔的大草原，蓝天白云，漫山遍野的牛羊，还有奔腾的昭苏骏马，一路风光一路景。一年虽然只通车3个月，但沿路的风景简直美翻了，满足自驾者所有的美貌和激情，一生一定要去一次。都说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，一路走走停停，才能看到这世间的极致的美景。于是就有了那些此生必走一次的公路。以上这10条公路虽然沿途风景超美，但却不是谁都敢去挑战。你敢去挑战这10条公路吗？这些公路你去过哪几条呢？你还知道哪些惊险刺激的公路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喜欢本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加转发。我们下期见。